时隔9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首次访华，曾经对华最狠的加拿大，为什么在2026年突然转性了？近期，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将于1月13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打破了近10年的外交坚冰。然而，这次访问的背景远比表面上的贸易谈判更为惊心动魄，因为它发生在美国正颠覆西半球安全格局的敏感时刻。我们先说核心问题，卡尼的北京之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侵华转向，而是一个中等强国在面对其传统盟主，也就是美国变成不可预测的生存威胁时所被迫采取的防御性多极化战略。进入2026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已演变为赤裸裸的扩张主义。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包括对该国基础设施的打击及对其领导人马杜罗的抓捕，不仅打破了拉美的政治平衡，更向世界宣告了门罗主义的暴力回归。更为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北方，美国对格陵兰岛表现出的吞并欲望，以及对该岛战略价值的极度军事化解读，让同为北极国家的加拿大感到了唇亡齿寒的恐惧。当特朗普公开将加拿大称为第51个州，并威胁通过关税摧毁其经济时，加拿大意识到，传统的追随美国战略已不再是安全的保障，反而可能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在这种紧张局势下，马克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格兰银行行长选择了一条极为务实且充满风险的道路。他试图通过重启与北京的关系，构建一种战略对冲。这不仅是为了解决油菜籽、猪肉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问题，更是为了向美国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加拿大拥有战略自主权，并非任人宰割的附庸。长久以来，加拿大的国防与外交基石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那就是美国霸权是理性且仁慈的，美国是加拿大安全的最终担保人。然而，这一假设在2025年特朗普第2次上任后就被彻底粉碎。2026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的军事行动震惊了世界，这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而是直接的军事介入。对于加拿大而言，这一行动的冲击力不在于对委内瑞拉政权的同情，而在于特朗普完全无视国际法。如果美国可以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单方面对他国元首进行斩首或抓捕，那么作为美国邻国的加拿大，其主权边界在美国眼中是否也形同虚设？如果说委内瑞拉稍显遥远，那么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则让加拿大更加岌岌可危。2026年，特朗普重申对购买甚至控制格陵兰岛的兴趣，并将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绝对必要。这种将盟友领土视为自身战略资产的逻辑，直接触发了加拿大的生存警报。最令加拿大感到寒意的是，特朗普的坚定言论。他时常表示，加拿大可能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在这一言论下，美国不再是保护伞，而是潜在的吞并者，而美国采取的策略很有可能是通过极限制裁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从而迫使加拿大主动请求加入美国。这种压力之下，使得加拿大必须寻找外部的平衡力量，而在这个星球上，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和战略上平衡美国的，只有中国。在特鲁多执政末期，加拿大追随美国脚步，并直接导致了孟晚舟事件期间中加关系的全面冻结。之后还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了100%关税，中国则在油菜籽、畜产品、钾肥等加拿大输华关键产品上予以反制。然而，马克卡尼是完全不同的外交风格，他曾是高盛高管、加拿大央行行长、英格兰银行行长、联合国特使，他的履历证明了他是全球顶级的技术官僚，是绝对的务实主义者。他解读一个国家的方式，不是看面子工程，而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在他的计算中，加拿大目前的国家风险敞口过大，加拿大70%以上的贸易依赖美国，97%的石油出口流向美国，在美国这个客户变得充满敌意且不可预测时，这种依赖无疑是致命的。而且加拿大缺乏风险对冲机制，当美国加征关税时，加拿大缺乏替代市场来缓冲冲击。因此，卡尼的访华并非是精华，而是出于风险管理。他此前就明确提出，要将加拿大经济转型为对全球冲击更具韧性的经济体，并设定了在未来10年内将非美国出口翻倍的目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一种典型的投资组合多元化策略。在 APEC 2025峰会上，中加两国元首的会晤就已被描述为中加关系的转折点。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加拿大之前对华那么不友好，为什么中国还要接待卡尼？在美国要把西半球变成自家后花园的敏感时刻，中国接待美国的亲密盟友，其实并不需要加拿大倒戈，只要加拿大愿意谈，只要加拿大不完全听命于美国，这就够了。只要加拿大在华为、电动汽车、关键矿产等问题上保持哪怕一丝的独立性，或者在国际多边场合不完全附和美国的破坏性举动，对中国来说就是战略胜利。另外，尽管有地缘摩擦，中加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并未改变，中国需要粮食、能源和矿产安全，加拿大需要制成品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结构性的引力是任何国际脱钩都难以完全切断的。马克卡尼的北京之行不是为了寻找新的盟主，而是为了购买一份保险。这份保险的条款很简单，通过展示连接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能力，来提高美国吞并或霸凌加拿大的成本。